男人在回家路上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妻子正和别的男人在水中打闹，但他却并未选择当场戳破。可就当他走进酒店后，却看到了卧室的一片狼藉，老白瞬间就感到一阵头皮发麻。而此时的妻子还全然不知，根本就没想到丈夫会提前回来。直到太阳落山，女人才急匆匆地赶回家中。当看到丈夫的瞬间，女人感到十分的惊讶，她紧张地给老白一个拥抱，并关心地询问他为何提前回来。丈夫却并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问起他都去了哪里。见妻子依然是满嘴的谎言，老白却还是想再努力一下。I love you. I know. 妻子也只是敷衍了一句，可就当他想要逃避时，老白却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他坚定地掏出手枪，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枪声也一下惊动了外面的工人，赶忙过来敲门询问情况。可老白却对着窗户连开2枪，工人也被吓到慌忙夺命。紧接着他又再次向天鸣枪，随后将妻子的尸体挪动了位置。他捡起弹壳擦拭掉痕迹，紧接着又丢在了地上。他脱下衣服将其烧毁，最后再用开水冲洗掉杀人的证据。然而做完这一切后，他却并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在等待警察的到来，又或者说他是在等一个人。很快警方就接到报警，包围了别墅。老白淡定地拿起手机，要求一个叫尼克的警察进来谈判。而此时的男人还感到莫名其妙，毕竟自己并不是什么谈判专家，更是和对方没有过交集。为了保证这次交谈的愉快，双方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尼克正是同妻子鬼混的男人，但他却根本就不认识老白，更不知道别墅里的女主人是谁。 I don't think she is. I shot her. 尼克向着房间里望去，直到他看到墙上的照片时，这才意识到老白的妻子是谁。他急忙跑向女人，发现她竟还有呼吸。而此时老白却拿起了手枪，尼克也感到背后一阵发凉。他一把打掉手枪，然后将老白扑倒，在外蹲守的同事也一拥而上，成功将嫌疑人给控制住。警方赶忙对女人进行抢救，很快便送去了医院。尼克眼中充满了恨意，而老白却坐在警车中，对他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似乎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控之中。警方在现场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尼克也绝不会让他逍遥法外。他找到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小帅，送来了老白的认罪书，同时还将现场的情况又讲述一遍。年轻有为的小帅让他不用担心，因为他在这个行业的定罪率高达97%。第二天，小帅便开始整理有关文件。他认为这个案件已是板上钉钉，凶手不但被当场抓获，同时还签署了认罪书。所有人也认为只是走个过程而已。很快就到了法院例行预先听证会的环节。然而，这个看似早已屈服的老头，却在接下来的一番操作后，让现场的所有人都傻了眼。老白上来便提出了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在法官好意的提醒下，他依然要坚持自己为自己辩护，更是直接让私人律师滚蛋。法官也只好尊重了他的选择。随后，他又再次放出大招，提出了放弃预先听证会，直接进入到审判阶段。尽管小帅很是好奇，但他依然是信心满满，因为案件早已成为定局，也只是走个过场而已。但晚上的一通电话却让他傻了眼，因为经过警方的分析，他们从现场找到的那把手枪上根本就没有发现老白的指纹，而更加诡异的还是那把手枪完全就没有使用过的痕迹。这一刻，小帅才意识到，原来这才是老白底气的由来。但小帅却根本用不着慌张，他认为这只是凶手的诡计，相信枪支依然还在案发现场。第二天，他便同警方过来搜索，可除了少了4发子弹外，就再无其他线索。凶手手上没有火药痕迹，衣服上也没发现血迹，除了地上的弹壳外，连个子弹头都未发现。显然警方都被老白给耍了，但自负的小帅却并不担心，因为还有一张王牌在他的手上。他带着资料找到老白，不但揭穿了他的阴谋，同时还告诉他妻子没死的消息。显然这出乎了老白的预料。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小帅找来的第一位证人正是老白家的工人，他能够证明从听到枪声到警车赶来前，没有任何人再出入过那间别墅，也就是说老白是唯一的嫌疑人。可他听后却是一种完全事不关己的态度，更是在庭审现场画起了画。好在有法官的提醒，可当到了自己向证人提问的环节时，老白却放弃了他的权利。这波操作显然就是个新手小白，根本就不清楚庭审的流程。紧接着小帅找来第二位证人，经过主治医师的分析，他确定女人是被近距离打中，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就是谋杀，只是因为运气问题，女人并没有死成，所以现在的谋杀变成了未遂。法官问老白对以上证词是否存在异议时，他却摆出了一副毫不相关的态度，完全认可对方的推断。很快就到了第三位证人，然而当看到尼克的瞬间，老白却突然放下了手中的画笔。当听完尼克讲述完经过后，老白却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这反而让法官提起了兴趣。老白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抛出了一句堪比核弹的消息fucking the victim. 此话一出，法官瞬间就傻了眼。 Your Honor. I'm sorry, Your Honor, but what would you call it legally when the officer arrested you was an exception and course of your way? 尼克也瞬间羞愧难当，显然他的供词如同废话。恼怒的尼克冲向老白，一下将他扑倒，
而这也让陪审团更加相信老白所讲的都是真的。这一刻，小帅才意识到，这个弱不禁风的老人并不简单。小帅手里的那张王牌也因此被法官认定无效。老白以扮猪吃老虎的姿态，成功将整个案件扭转。如此一来，现有的所有证明都将成为废纸。要是再提供不了新的证据，老白也将被无罪释放。而尼克这边也并不好过。经此一事后，老婆也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为了能够寻找出新的有力证据，尼克也只能将约会的酒店告诉了小帅。可这里早已被打扫干净，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酒店拍摄到了老白进出的画面，尽管看到的人都知道是老白，但却因为太过模糊，根本就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眼看到手的线索又要断了，小帅也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如果不能将凶手送进监狱，一定会在他的职业生涯画上污点。随后他又来到老白的公司，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些线索。可没想到一切都在对方的预料中，老白掐着时间打来电话，这却是小帅没能想到的。尽管被对方无情的嘲讽一番，但他却并未生气，反而开始对这个老头有兴趣。但留给他的时间却已经不多。警方在别墅依然没有找到手枪的下落，似乎就从来没出现过一样。可那把消失的手枪又能去哪了？小帅也已经没了头绪。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女人身上，希望以读书的方式来唤醒她。可坏消息还是如期而至，医生告诉他，女人现在的状况已属幸运，成为植物人就是上天对她最大的眷恋。尽管现在身体所有指标都在恢复，但由于伤到脑部太过严重，女人根本就不会有奇迹发生。小帅再度陷入了绝望，他多么希望女人也只是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便能醒来。晚上，尼克找到了小帅，他希望好友能够相信自己，但现在苦于找不到证据。尼克伪造了一份弹道的证明，他想通过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恶人，可这却遭到了小帅的反对。作为一名高傲的律师，他绝不允许用这种肮脏的手段来胜诉。小帅再次来到医院，可看着活灵活现的女人时，他又产生了一丝的动摇。小帅整整做了一夜的思想斗争，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律所，随后将女助理偷偷叫来了办公室。尽管小帅难以启口，但他还是希望助手能帮上自己。小帅安排他在法庭外等待信号，只要收到短信就将伪证送进法庭。老白没有任何意外的为自己申请了无罪辩护。小帅希望能多争取点时间，可老白却咬着他们提供不出证据，强迫法官同意他的申请。小帅明白，如果今天就这样让他离开，以后就算有了证据也不能再提起公诉。他果断地掏出手机，可就当准备打给小助理时，职业的操守却让他犹豫了。他尝试自己可以说服自己，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还是合上了手机。在场的观众也一片死寂，法官也只能无奈地宣布无罪。老白被当庭释放，临走前还不忘又嘲讽小帅一次。常胜将军的名号也不再属于自己。看着老白走出的背影，尼克却无法原谅自己。突然一声枪响，当小帅赶过去后，却看到了引弹自杀的尼克。由于丑闻被曝光，导致了他的妻离子散，在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却没能将凶手绳之以法。而老白这时也刚好走出，看到他脸上露出的笑容，小帅也后悔莫及。如果早能听从尼克的安排，结局或许就不是这样。老白也被警察送回了家中，但他的计划却并没有结束。现在唯一的隐患便是妻子。他来到医院找到医生，签署了一份放弃治疗的文件，只要医生拔掉了管子，自己的秘密就再也没人知道。小帅想要阻止，但他却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作为丈夫，老白在法律上有决定这个的权利。为此，小帅找到了法官，申请了一份限制令，他要为自己和女人再争取次机会。然而医生这边却已经开始最后的护理，在经过最终的确认后，他们移除了所有的插管。当小帅赶到医院的那刻，却以为是已晚。看到仪器上的直线后，小帅也彻底的崩溃了。明明凶手就在眼前，可自己却无能为力。他第一次感到了无助的绝望。为此，小帅也辞去了律师的工作。他开始变得沉默消极，甚至连上司抛来的橄榄枝，他也没了兴趣。小帅不知道学习法律到底为了什么，他将自己长时间关在房间，可始终都没有找到线索。直到这天，他来到警局查阅资料，两人的同款手机被不小心拿错，这不经意的动作却瞬间让他意识到，有可能这正是手枪消失的真相。而这通电话也正是老白打来的。当得知他要离开去国外后，小帅拿着手枪走进了别墅。面对老白的冷静，他也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原来警方找到的那把手枪同尼克的一样，而老白也早已知道妻子的事情。为此，他偷偷潜入进酒店，调换了尼克的手枪，也就是说，杀死妻子的那把武器其实是尼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白要求他单独进来谈判。他断定尼克看到女人的那刻一定会崩溃，老白也就在那时趁机给调换了回去，再故意制造出想要偷袭的假象，从而让尼克夺下武器。而真正的证据却被尼克带出了现场。当小帅讲出自己的推理后，老白却表现得尤为淡定，更是认可了小帅的判断。可现在说什么都以为是已晚，因为法庭上不能一罪二审。
也就是说，就算他承认了所有，在法律上都无法再对他进行审判。小帅也承认确实不能以谋杀未遂的罪名提起公诉，可因为他放弃了对妻子的抢救，从而导致了女人的死亡，所以他并不会再以谋杀未遂的罪名来控诉老白，而是以谋杀重启公诉，并且当初警方拿不到的证据，也在妻子死后从头部取出。老白被再次送上了法庭，而这次无论他聘请多少名律师，都无法再逃脱掉法律的审判。